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。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金鸡奖提名公布，乔妍的心事未获提名，赵丽颖作品均未入围。乔妍的心事在本届金鸡奖上的零提名现象，确实值得深入剖析。其实就是演得不好，要是演得好，当然就有提名了。金鸡奖作为国内最具权威性的电影奖项之一，评选标准往往倾向于主题先行的作品，尤其是那些符合主流价值观、展现时代精神或社会正能量的影片。乔妍的心事虽然触及了女性困境、原生家庭创伤等社会议题，但其叙事核心是个体在身份迷失与资本裹挟下的挣扎与妥协。结局甚至带有一定的虚无色彩，如乔妍最终放弃事业回归缅甸。这种对成功学的消解，与金鸡奖近年来推崇的奋斗叙事光明结局可能存在根本性冲突。影片中女性角色的反抗最终仍被困于亲情绑架或物质牺牲，如为孩子放弃自由，未能提供一种更符合主流期待的突围方案，可能被评委视为价值导向模糊。影片试图融合悬疑、文艺、女性题材等多重元素，但呈现效果却显得割裂。一方面，悬疑线如经纪人控制、身份秘密被简化成工具性情节，缺乏真正的心理惊悚深度；另一方面，文艺片追求的人性剖析又因剧本节奏问题而流于表面，如姐妹情感转变的生硬。这种既要又要的创作野心，导致影片在类型辨识度上陷入尴尬。它既不够商业以吸引大众市场，又不够作者化以赢得艺术片评委的青睐。金鸡奖近年虽鼓励类型创新，但更偏爱长安的荔枝好东西等叙事工整、主题鲜明的作品。而对乔妍的心事这类模糊地带的影片可能缺乏包容。赵丽颖作为85花中积极转型的代表，她的突破演技如抽烟，忧郁表情的细节刻画在片中确实可见，但行业对流量演员的标签化审视仍难以摆脱。金鸡奖评委或许更倾向于将奖项授予宋佳、咏梅等已有演技派标签的演员，而对流量出身演员的进步持审慎态度。这种偏见不仅关乎演技，更是一种对流量原罪的结构性不信任。即使演员付出努力，其作品仍易被归为粉丝经济产物，而非严肃艺术。金鸡奖的评选从来不是纯艺术维度的竞争，而是资源、人脉、题材平衡的结果。小小的我、阳光俱乐部等未上映影片却能获得提名，说明资源先行的规则仍在起作用。相比之下，乔妍的心事虽有赵德胤国际电影节常客指导，但其创作背景涉及缅甸边境，身份议题可能被认为敏感，而影片对娱乐圈潜规则的讽刺，如经纪人控制、资本剥削，也可能触行业痛点，导致其在评委投票中缺乏支持。影片试图通过乔妍的遭遇隐喻现代女性的普遍困境，但其表达方式如结局回归家庭，却被批评为妥协于传统价值观。观众期待看到女性打破枷锁的彻底反抗，而影片却给出一个略显悲观的答案。这种不彻底性既未能满足大众对爽感的需求，也未能提供足够有力的批判性思考，最终陷入两端不讨好的境地。乔妍的心事的零提名，并非简单的质量否定，而是中国电影评价体系多元性不足的缩影。它揭示了一个现实，在当前的评奖机制下，那些试图在商业与艺术、个体表达与主流价值之间寻找平衡的作品，往往更容易被边缘化。对于创作者而言，这一结果或许是一种警示，既要保持作者性，又需更巧妙地与评奖逻辑对话；而对行业来说，则需反思如何建立更开放、多元的评价维度，避免艺术探索被单一标准束缚。